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6月16号。今天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比特币上涨到底缺什么，特别是 RSI 指标。一些粉丝也问我这个指标要怎么看啊？等下来讨论里面的一些知识，以及周线比特币有可能会受一个空方的吞噬，不然先休息做多再等机会，或者是原来的多头利润。我的观点是继续持有，等顶部再平仓。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或者也可以用我们 OKX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昨天视频有粉丝朋友在评论区问到，100倍做多比特币能不能开100个甚至300个比特币的总头寸？我的观点是不能好像一些交易所都有限制，比如 OKX， 我记得目前可能最多100倍只能开6个的比特币。或者是2023年的10月份，当时 Discord 群免费的小组在这个低点的位置 26K 通知大家做多，我后面是100倍做多，总头寸也只有3个所以资金量大的一些粉丝，我一般是建议不必要拿那么多的比特币，或者是真的100倍做多去冒险。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 RSI 指标，有粉丝朋友问我 RSI 指标要怎么看其实它里面有几个知识，比如说30的这个区间，它是一个超卖的区间。如果你观察到比特币，比如说昨天有提到的一个知识，下跌的市场有可能最多12个月，或者是350天的时间。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的这个底部下跌的市场时间也是365天，包括2015年的这一波熊市。下跌的时间也是365天左右。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 RSI 指标，30下方就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超卖的区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周线的这个 RSI 指标，2019年的这个底部30就是非常重要的超卖的区间，或者是可以看一下20K， 当时希望朋友们如果再跌下去要去抄底，也就是因为这个 RSI 指标，我们可以看一下。3到4年的时间来到这么重要的30下方的超买区间，别人在恐慌的时候我们要买入。巴菲特教的这句话在比特币市场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好用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的这一个底部 RSI 指标来到30下方，就是非常重要的恐慌的区间，或者是别人在卖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贪婪。那这个 RSI 指标在熊市里面30下方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应用，它是一个比较超卖的一个区间，或者是还有一点50的这个位置，它跟 KD 是有一点一样50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多空的平衡区。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RSI 指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也就是70的这个区间一般如果来到70附近，有可能说明整个市场它目前是在超买的结构。那如果比特币继续涨的情况下，RSI 指标甚至来到80，甚至来到90，有可能市场都是偏或者是超买的一个结构，就是说明有可能有一些人在进场追加，那我们可能短线要小心然后刚刚讲到的是 RSI 指标，我们从它的区间，比如说30下方的超卖的区间，或者是70、80、90以上的超买的区间来判断当下比特币的价格或者是市场的结构。那还有一点 RSI 指标同样跟那个 KD 指标也是可以观察它背离的买点比如我们观察一下当时比特币 15K 的底部跟 20K 的这个低点的底部，价格在呈下降的走势，但是 RSI 指标它在呈一个上升的走势，也就是底背离的位置，有可能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那底部的位置我们可以参考 RSI 指标的背离，顶部的位置我们同样可以参考 RSI 指标的背离。比如可以观察一下2021年2月份的这个位置，比特币价格是在上涨，但是这个 RSI 指标它是在下降的一个走势，有可能预示的高点的位置要注意风险，后面比特币这边有一波下跌的走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目前比特币或者是现在的这个 RSI 指标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大约在 72K 左右，包括这个 74K 的高点，它是比前面这一个高点要高，也是有提醒可能短线要注意一点风险因为这个 RSI 指标它是短期有一点背离，
那这一次比特币又在这个 72K 左右遇到一个阻力啊。好的一点是它这次价格还好，没有突破这个高点 RSI 指标，所以也不代表背离啊。那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就目前的这个 RSI 指标，下一步的买点我们要怎么判断？我们简单来看一下现在比特币上涨缺什么。不光是这个 RSI 指标，等下来聊一下日线里面它目前也没有趋势啊，就是短期是没有趋势，但是长线它是有趋势，趋势是向上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短期，包括这个 RSI 指标，上一次本来这个位置可能趋势突破，这个 RSI 指标在这个位置都有一个趋势要突破，但是现在这个高点遇到一个阻力，所以几个阻力的位置目前 RSI 指标又开始向下。那我们尽量观察一下下一步的买点，有可能就像比如说会不会像2023年的这个箱体的区间，然后我们可以参考 RSI 指标，也可以同样看它的趋势。如果几个高点的位置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当它突破的位置就确认比特币可能要开始疯涨。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特别是如果是非常长线的这种底部的一个下降的趋势，几个高点连起来的一个下降趋势 RSI 指标，但是在2023年初的这个位置突破，有可能就是非常非常重要，扭转人生一辈子的机会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图表，或者是上一次有跟朋友们提到 72K 这几个上影线的高点有一点像那一个熊猫烧香啊，那短期要小心。没想到现在这一周比特币价格是下跌，那我们尽量观察以往的经验，周线你如果看到它一根空头吞噬的蜡烛形态，短期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4年的1月份这边有一个空方的吞噬，后面它价格下跌还有重心的低点，有可能才是买点。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3年的4月份，当时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空方的吞噬，后面价格下跌，重心是继续下移，有可能遇到一些支撑的位置才是买点。所以现在也是在观察比特币这个位置会不会又继续下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因为发现一些朋友长线的趋势跟短线的趋势不会判断啊。长线的趋势你尽量观察，目前比特币是上升的趋势，只是短期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啊，它是把几个低点的位置短期趋势给跌破，或者是短期又有几个高点的位置压力在这边，那有可能短期代表的目前比特币要做多，只能短线啊，或者是做空会有大利润嘛？高点的位置做空，或者是低点的位置平仓，到现在目前也没有很大的利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比特币在48K 左右的这个高点，它也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当它跌破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就像这一波比特币的下跌，几个高点的位置连起来，它是短线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啊。所以目前比特币上涨缺什么，主要就是短期现在是没有趋势啊，有可能或者是整个中线都还是在这个区间盘整。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